OK， 欢迎来到小伙伴日常。耶！我们现在又到基隆了。为什么我们这次又要搭 Blisma？ 因为自从梁武帝开启了亚洲素食之风，这个佛教的五星素呢从此展开了。因为全球的素食大部分主要国际上分为 vegetarian 蔬食跟 vegan 全素，他们对这种五星素的了解没有这么清楚，所以我这次就来实测看看吃素的人上荣耀号到底怎么样过下去，会不会饿死，还是可以吃得很满足。为了更方便我这次的实测呢，我特别准备了这张素食小卡。相信有很多茹素者都是长辈，而船上很多工作人员呢都听不懂中文，所以我设定好了一边写着英文，一边写着印尼文。船上大部分的人都来自于印尼，对不对？很聪明吧？我吃素，我不吃肉。肉打叉，海鲜打叉，葱姜蒜打叉，但是我吃奶蛋，非常方便。船上我就用这张，看我这5天，1天5天吗？看我这几天怎么过的。现在是下午3点45分，我在西岸旅客中心这旁边。现在去托运行李到登船需要多少时间？我预计的登船时间是下午3点半了，现在已经3点45了。哇，你看这个人潮，这好满，完了。我感觉今天应该蛮惨的。我们实测看看嘛。我现在抵达在 Yacht Club 的贵宾专属区前面，现在是3点49分。我看我托运好行李多久？人是这样子绕哦，一直绕。蛇形，然后最后绕到头，再绕上去，再绕过去托运。终于。4点39分。OK， 现在4点41分，总共排了52分钟，非常的艰辛呐，我只能这样讲。看等一下我们几点登船？终于要进到大楼里面了。4点45分。拍照有分流。我们现在在玩贪食蛇游戏。对，一直不断的蛇形。4点58，现在到上了2楼这边，开始就有优先通道，这边可以 check in。然后那边是一般通道，其实那边还要再排一下。这1点跟这2点帮我看一下。有没有被驱逐过？有没有被判刑？有没有发烧、流鼻涕、喉咙痛？没有。5点03分，所以只要托运完行李以后，其实后面速度都蛮快的。谢谢。5点28分，终于到免税店了，即将登船，真的是旷日费时啊！人生中第一次搭船的时间这么久啊，人真的很多，天都黑了。5点33分，终于登船了。Hello。So your ascension K is over there。一上船呢，他先告诉我说，我们的紧急集合地点在 K 7楼的船尾。话说，那你这次主题餐厅要订哪一个？吃素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总不会去牛排馆吃素吧？跟他点一大堆芦笋这样。他等一下用牛骨头把你丢出来。熟悉的味道。到了Carlos OK。请问一下，这位先生，你要把你的口罩戴上吗？一堆人不要在拍照，都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谁叫你要来熟悉的荣耀号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自己不是说人家认出你，你要说什么？我不是刘德华，我不是刘德华，我就没有看过你一次成功过。到房间。Thank you。欢迎登船。这个我没有粘起来呀。嘉阳2张卡，恭喜你升为钻石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耶，进来，快速开箱房间。首先一进来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梳妆镜，然后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小东西，饮料冰桶，这个里面还有冰箱。冰箱呢，里面有很多饮料，但千万不要碰它，因为要钱。还有亚洲必备的煮水壶、梳妆台、电话、电源插座2个欧规的，然后这边还有我们的床，它现在是单人床，但是我们会把它合并起来。然后江江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奇妙的，哇，这阳台超大啊！哇，超棒的，很大哎，感觉很不错。完全还没开箱完呢，赶快回来。现在这边有竖起的大沙发啊，滚过沙发以后呢，这边有我们的衣橱，这样衣橱这边有保险箱，下面有抽屉，可以让你放你的个人衣物。然后这边是厕所，淋浴间。
其实我们这次呢，一样是订最便宜的乞丐房。210块，可是为什么会变成阳台房？主要是因为呢，有人这次私心想要竞标高级的仓房，然后他去标了 Yacht Club， 然后人家说抱歉，我们不愿意让你升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你只要花235，让你升到阳台，你要不要？要。那我们就来了。总共还是比他定价的阳台便宜，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参与竞标的同学呢，平常多扶老奶奶过马路。好，这个人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可以变成一张床？它看起来很大，沙发床啊，这里啊，你看。哦，床跑出来了！压回去，压回去。这是3人房还是4人房？3人，4人的话，上面应该还会有一个可以降拉下来的。Would you mind change the twin bed to a double bed? I just have put. Yeah. Okay, I can do that. Oh, That's only very quick to join it.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Have a nice day and enjoy the show. Thank you. Thank you. OK， 我们现在要预约付费餐厅，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餐厅比较适合我们，所以决定用我们的小卡片问他们。我发现现在上面会各国语言，有了。这是金鱼。哎，它现在有中文标示，还蛮清楚的。现在来问柜台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我有会员的餐点体验，我想请问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个比较适合素食者？素食的话，我们这边合适的话，可能只有火锅。其他的，你是一味素食还是都素食？都素食。都素食的话，可能只能吃火锅了。其他的话，没有太多素食的东西。那就是烫青菜的意思。你说铁板烧有对，有一素食个素食套餐，但是钻卡用不了，可能这个需要单独设置。想一想火锅的，话，你想哪天吃？是明天晚上是船长之夜。哦，那后天吧。我就问船长之夜有你的事吗？所以呢，会员可以获得的免费餐饮体验，最推荐的吃素的就是吃火锅了。来看一下我们未来要吃什么，就是这盆呢，这盆就是我后天要吃的，我只能吃左边这半。哦，它这边有牛牛油油，哎，那个也不行，对不对？这是玉米饼。进去里面从头到尾吃酪梨酱。现在呢？我们现在去自助餐，但去自助餐之前，我先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秀的时间，好，你约。因为手机一直连不上，没有位置啊。那就是现场排队的意思。现在来到15楼 Marketplace 来吃自助餐，我来问问看，我吃素可以吃什么？彩色蛋糕，哎，吃面包总可以吧？我感觉那些跟你都没有关系啊。cheese 可以吧？可以就吃一个。想干嘛？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恶，蜂蜜百里香烤根茎蔬菜，好像可以。还有洋葱，这很辛苦哎，洋葱不能吃哎。加油！全麦披萨，番茄、cheese、茄子、节瓜、甜椒，这就是我的晚餐了。哎，跟你说，这个我不能吃，因为呢，罗勒酱 pesto 是大蒜跟罗勒去打的，所以我不能吃。没了。这你可以。这个叫 Margarita Butter Chicken， 跟我没有关系。有一个 V 素食，红萝卜你可以。红萝卜我可以吃吧？红萝卜啊，汉堡包，你可以吃生瓜啊，我可以吃番茄啊，生菜啊，谢谢你哦。后面有羊排，羊排还没出来，热狗，薯条我可以吃吧？我觉得野餐盘看起来好难。呀，好，重复了。好，蒸白饭全素，这我可以吃了。然后你像披萨配白饭，白饭披萨，鹰嘴豆泥佐橄榄油，他没有说是素的，我要问他吗4种 cheese 意大利面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番茄罗勒意大利面，我只要不夹这块尾鱼，应该就可以吃了吧？其他应该都可以。洋葱不行，这是蛋嘛？这样算三色豆的意思吗？它切成方的就是了。这个不行啊，它的面包也有大蒜。谢谢你。完全没有酱。有了，这里有 sauce。哦，好。这已经拌过了吧？里面有。谢谢你。我感觉今天牛 roast 肉 beef 看起来很不错哎。什么不错？看清楚，打叉好吗？我今天吃素，我吃节瓜可以。不行，拜拜。哇哇哇哇！红酒炖牛肉，烤海鲈鱼，
没有，跟你没关系啊。炸鸡，炸虾哎，可恶，跟你没关系了。就是那个椰子虾。没有啦，没了，没跟你没关。可恶沙拉， ，Merso， 哇， Salmon， 哦，你拍这干嘛？我吃素，不要流口水我看到别人的羊排了。看起来很不错。 Style fried rice， 这羊排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，看里面那个是小干贝，可以吧？这是素食吗？应该算素食，那我就可以吃了。Japanese food 区，牛冻、咖喱炸鸡、腌制物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可以耶，叉这边烧啊有寿吧？我的全素套餐全部都是素食，先吃最熟悉的披萨。这太没有挑战性了。白饭披萨，我不是说，其实，在船上素食的选择比我想象中的还多，但是因为他们的餐点其实一直有在改进，大鱼大肉的选项也变多了，可能看得让我很难受。还是等一下你要偷偷去吃个羊排？你吃啊？我拿了一个冰的荞麦面，然后加了一点素食的大根沙拉。我觉得它荞麦面蛮好吃的。所以你也跟我吃素了吗？第二轮，什么拉面？味噌拉面，他说是猪的你不，能吃素食不能吃。花椰菜啊炸虾，炸虾，不好意思，里面有虾，我不吃虾也算素的吗？健康素，健康素。干嘛啊？我的瓜，靠这个果腹了，要吃苹果吗？有圆蛋糕、巧克力素。快乐蛋糕、水果餐。OK， 我们现在在预约秀，这边可以看到，是今天的都没了，这一模一样的秀。3月29号，明天中午12点还可以看今天的秀，好还不错。明天船长之夜，我们是9点15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约个6点半。行李到了。哦行，有一张纸。看一下夜景。大家已经觉得说这样怎么会吃得饱吗？没有饱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呢要去主餐厅，刚刚是前菜，前菜先帮大家寻一下自助餐吃什么。身为一个素食，哎，我的素食小卡呢？帮你带了。好，这喝酒一样没有人啊，香槟吧 ，Butcher Card， 逛到卡拉 OK 了。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在唱歌啊？有哎、有版权，有版权。欢唱时间3个小时，有日文的、英文的、韩文中文的、韩文的。我发现很热门哎、哦，都还没吃饭你就要跳了吗？上面是樱花哎、它也是会一直不断的改。哦，你要不要看一下里面的巧克力树？这边有 Groot， 这不是你要拍卖的画吗？慈善义卖。你的画呢？终于轮到我们吃饭了，9点15分。我们今天在 Poseidonia 85。 285. 哇哦 ，Big， 你好，你好，这么大桌。哇哦，大圆桌！你准备好要问他了吗？那当然，我的小卡呢？我发现它有分素食跟素食主义者。我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嘛，在一般国际上呢，只分成蔬食，就是你不吃肉，然后这个 vegan 就是严格的全素，只要涉及到动物它都不吃，像是蜂蜜是由蜜蜂去采的，所以它也不吃，就是完全的全素，比较严格的那 vegan。你蜂蜜可以吃吗？那我是5星素，好吗？我吃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有这个然后你看这个素的加一个叶子的，这就是 vegan。所以有1、2、3、 3、4， 4，前菜2个，主菜2个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总共5个。然后米有分蒸米跟杂谷米。我这样看一轮菜单起来，我觉得其实要吃到也还蛮清楚的啊。但是因为我是5星素，我必须要记洋葱、大蒜、韭菜还有青葱，
所以你要把这个交给他。所以我要跟他讲说，我不要加这些。我觉得你可以扣你的服务生的。有粉丝路过跟我插播一则小道消息，现在 Geek Sky 已经收得到了，我打开，现在在餐厅。曼哥，可以呀、我跟你讲，你点个 YouTube，你一定要这样消耗我的流量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要让观众知道跑不跑得动。我不测个数就好了。好，连线中，等一下。先测反应时间，卫星网络600-700毫秒都是很正常。这是反应速度，开始了，要下载了，8-9 枚还行。现在上传0.8、0.5、1，大概就是1枚左右。勉勉强强凑合用用。I want to try the Buddha vegetarian, so we don't eat the garlic, the onion. So would you This is have any? like this one is for vegetarian. I know it's vegan and it's vegetarian, right? But could you check the meal do not have the garlic and onion? If like this, I will call my supervisor. Yeah? Okay, you can take this. Yeah, wait on. No garlic, onion, leek, scallion, and cheese. Yeah, wait on. 他可以吗？他去确认。Supervisor speak Chinese. 我想要试试看，就是船上能不能供应5星素，就是不含葱酒蒜的素食。是这样的，葱酒蒜的素食，因为我们是今天第一天知道你们有一个这样特殊的需求。如果主不要的话，沙拉目前能提供的沙拉鲜果盘目前好的，所以你们会建议就是如果吃5星素，就是对，如一般果你吃5星素的话，会就是要提早通知。对，提早通知，然后我们会让厨房准备。好，那如果提早通知准备的话，菜色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，不会说基础上去再变化。对变动，就比如说可能不加那些东西，了解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要明天帮你准备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的，谢谢。麻烦你了。我觉得他们人还蛮好的。一开始的服务生是板栗的，然后第二个他的主管是中国的。那我跟他讲说，我们想要这个5星素的，然后他有跟我们解释说，需要特别帮你去烹调，要不然他们里面的话，他没办法去确保不含5星。所以他说今天的话，他们只能提供沙拉类，明天的话，他可以把明天的菜单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预先点餐，就会特别去客制化。所以我们明天再开箱，我们今天就吃锅边素。第一道这个是烤酥皮 cheese 蔬菜卷，还蛮好吃的。虽然第一天主餐厅没办法严格执行5星素，但是它这个素食菜色口味蛮好的，就是你不是很单纯的只能吃菜或者是吃加工食品。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刚刚 Geek Sky 他的打得开，我的打不开，所以我觉得一定也有人跟我有一样的困扰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。它的没办法连上，先点行动网络，然后选择 Geek Sky， 然后选择下面一个 SIM 卡应用程式，点进来以后呢，只有一个选择模式，然后我先把它选择手动，然后随便点一个，然后再重新按一次，然后把它选择自动就好了。对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问题，试着切看。第二道沙拉，看得出就是几片小叶子的生菜沙拉，搭配优格酱，番茄罗勒意大利面，很基本啊，炖饭，很红味道如何？这是凉的，就是温温的。我这还冒烟，你看。好吃哦，好了，好难吃哦，这也太难了吧？感觉就剩沙拉了。有，他说把鸡肉帮我们去掉。做素食的话，15楼的补费的选择会多一点，因为它有个专门的素食区，全委的里有个专门的素食区。我今天有上去看了，但往最里面走，专门的素食区，它会选择多一点。好的。好的。马铃薯炖蔬菜杂烩，这道叫烤牧羊人派，还蛮香的。下面是一堆烤蔬菜，还行，就是淡淡的。吃起来味道香香的。 OK， 我再多分享一下，我刚刚传了一下我的那个50秒的限动小影片啊，大概传了26分钟左右，终于传出去了。所以基隆到东京的宜航这段路我觉得 OK， 但是新加坡我就觉得上次搭迪士尼不行。我点的是水果冰淇淋哎，他帮我特制。你的是野莓跟一个 sorbet。进门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点早餐的东西。为什么你有？我肯定是没有的。谁塞给你的？我不晓得，他应该是放错了，想要骗我花钱。好的。
还有一张钻卡派对。OK， 我们现在呢把行李整理起来，所有的东西放到衣柜里面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搭乘邮轮呢，你客舱房间是很有限的，所以行李呢其实可以放进床底下。江江，你看床下面其实是有空间，哎，它的东西推过去一点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还可以放得进去。可以呀、OK。现在11点50，我们来看看宵夜场能吃到什么素食。这边有白饭，有花椰菜，哎，这个菜盘不见了，哦，缺点，有沙拉可以吃。你又饿了？我吃一点蔬果助消化，还有素食披萨。虽然餐厅很混乱，但是至少晚上还有一些小东西可以吃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。吵死了。好啦，现在已经快10点了，还有早餐吃吗？走。超多人，人超多。家乡都超空的。稀饭、味噌汤、柚子啊，没你的事啊。鱼，素的。旁边豆子你也可以来一点。这是粥的小菜吗？就是配菜咯。还有酸豆、白萝卜、烤苹果、烤梨子，都素的，纯素。肉桂卷、香蕉片、肉马铃薯。后面接下来是重复的鸡肉蔬菜沙拉，不行。分享一下日式区，生鱼已经补了鲑鱼。我觉得啊，有点混乱，就是忙不过来啦，很明显感受到就是他们的服务跟不上了，因为人真的太多。像是饮料区没有杯子，或者是有杯子但没有任何的茶包，你就只能喝热牛奶。我弄了一碗粥回来，我发现现在11点，后面超多人在排队，不知道出了什么新菜。瞄眼，现在正在出餐中，出货新菜了。红黄骨啊，乡村沙拉，辣根粉一样有2类面包，大虾的量很多哎，都是肉。沙拉、意大利面都是荤的，有奶油玉米汤是素的。马料理。还有位置吗？还有位置。12点的秀，但是我们耽误了，已经12点15了，所以进去瞄一眼了。真的很喜欢这个魔术，好不好 ？OK， 回到房间，这是什么？你帮我打开。朱古力，小铁盒巧克力。你的钻石礼物，马卡龙，1瓶酒。吃素不能喝酒哦。参加一些无聊的小活动。哎，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进来这一间酒吧。啊？我们现在下午要来做一个弹跳卡片，做起来长这样，其实还蛮可爱的。哦。嗨，颜色更哪一点 ？OK。Gonna be like that, okay? Close spots in the middle. OK， 经过一番努力呢，看一下，这是你的成品。这是鹊桥。看我的，真的双层的。然后呢，它其实合不起来，超好笑的。我的可以合起来。哇！好啦，就这样了。现在是晚上大概6点左右。今天呢，其实是船长之夜，但是刚瞄了一下大家的穿着，我觉得我们轻松就好。Let's go。船长之夜，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欢迎酒会，他会提供免费的果汁啊，跟气泡酒，那你可以拿。因为我吃素，所以喝果汁。珍珠奶茶 Boba 7块，我记得有看到人家想说珍珠还好，试试看吗？现在先前往剧院啊，好多人哦！他说有预约的中间可以进去，预约就不用排队。哇，现在还有10几分，还蛮多人入场。谢谢，别客气，我爱你。妈妈的，妈。Blue Journey, Sagrada Familia.
菲亚大教堂。船长直接来看自助餐晚餐素食可以吃什么？今天人好少哦，披萨。烤牛肉裹芥末酱，烤羊肉，面包，不能吃。韭葱，这个是节瓜，奶蛋酥，罗勒青酱，青酱有酸。沙拉，叶子，那个面包也不能加，是大蒜面包。烤猪五花没有关系。脆皮猪，今天主食还不错。萝卜跟豆子沙拉，维他命 C 的意思吗？剁椒，主食都是鱼肉。这炒面会有洋葱吗？都是今天的蛋糕。我觉得你的餐盘，哦，还有一点有咖喱炸鸡，豆腐野菜，这我可以吃了吧？蔬菜咖喱，那咖喱一定有洋葱啊，5星素，味噌汤，干面汤，要啊，素的吗？不是，来一个，谢谢你，全素餐盘。好了，你今天晚的素食套餐就这样子。在船上，因为今天是船长之夜，所以菜色通常都比较丰富一点。But 就是我这种素食的选项呢，就会变得相对的比较清淡一点。那凉面还蛮好吃的。味道还不错，选项真的不算多。如果你吃5星素，因为像咖喱一定有洋葱，那有些东西它就是会含5星，所以你的选择就会再更少。如果你吃锅边素或健康素的话，选择会多一些。还好还有红火龙果。红龙果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的主餐厅。好 ，Thank you。第一道前菜沙拉，今天当牛啊，其实不难吃啊，还帮我们加橄榄油，无神细心，口味是好的，但不确定你能吃5天。先吃一点，昨天点什么我已经忘了，但我只记得它是炸 cheese。哦，它的酱是莓果的酱，有点酸酸的。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小杏仁片在旁边，这是什么？其实我已经忘了，这是它特制的炖蔬菜。哦，所以这才是主菜吧？其实蛮好吃的，而且很烫，现做的。它真的是帮我们特制，不然这个都现在几点了？10点15。10点17。不然这个时间餐哪有那么热？还不错，所以你只要跟厨房打好招呼，拿出我的小卡，你还是可以吃到5星素的。最后的甜点苹果塔，甜点的话基本上没有算什么素食或什么，就是奶蛋素，选了一个水果塔，今天有一颗草莓哦。11点10分了，这金色派对已经开始40分钟了。可以啊，没那么清楚，不用打马赛克。现在也是有中文歌曲的。啊。现在早上8点37分，我们要去主餐厅吃早餐，超多人的排队，排到这里。没想到现在还有汉服旅排，在船上哦，蛮有趣的。大概等了30分钟，所以我觉得还行。蔬菜、番茄、蘑菇。帮我chocolate，that's one。Thank you。我的水果优格长好可爱。我点的是班乃迪克蛋，我叫它不要肉，我吃素，所以这次来了一个荷兰酱跟水波蛋，还有马芬。火腿还是出现了，尴尬了。如果吃素的来这边啊，我觉得它的主餐厅没有那么细心，尤其是早餐。我明明没有点蘑菇，他给我蘑菇，然后那个松饼啊，我看他介绍是 crispy， 可是来的时候软趴趴的。我觉得可能太忙了。现在回到房间。这个是入境手续，这边有写1号、2号是8点50在6楼船头的剧院。看一下午餐，鸡肉沙拉、鲑鱼沙拉，蔬菜吗？不对，还有洋葱、cheese 类，蘑菇浓汤素的可以。这个是青酱，青酱有蒜。这个是有火腿，只有这个可以吃。
一样沙拉区，沙拉区2，烤鱼没你的事，蔬菜可以吃了吧？可以啊，虾没我们的事。红豆沙拉吗？两色豆沙拉，蒜吗？不晓得，帮你夹一条就好。凉拌面，帮我装。蔬菜炒饭有点像昨天晚上吃的炖蔬菜，炸玉米片也可以。居然有鲑鱼，蔬菜。日式区一样是米寿西鲁，日式区有炒豆腐。咖喱跟饺子不行。看一下今天的餐盘，看起来丰富很多。但是这个不算，因为我刚刚发现这道这个什么面的，它应该是有蒜，所以这一半是可以吃的。是有洋葱，这也不行，所以只有这半是可以吃的。其实刚刚有些菜啊，我有稍微再仔细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些洋葱，然后小小的不容易发现，好像也不行，所以真的蛮。五星素真的是很难啊，因为洋葱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。哦，很基本的菜。我今天居然有2种面，soba。什么口味？今天跟之前差不多。今天的甜点，先下一个水果。手切苹果，还好有一盘水果，水果吃饱还是可以，就是糖分多了一点。除了房间的那个每日行程表之外，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每日的活动，看一下每日节目表。现在是3点11分，游戏，3点有音乐在走廊，乒乓球，韩语课，韩语课，你要去韩语课吗？不要。缠绕画4点，要不要去？什么是缠绕画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你不是说你不吃？这没有巧克力我是不吃的，我只是帮你拿着而已。那你现在干嘛？它快掉了。哇，好辛苦哦！用嘴巴平衡。吵死！今天下午又来做手工艺了，下午4点。完成应该是这样吧，所以应该可以拿纸。OK， 简单讲一下，就是先拿一张纸跟2个颜色的笔，然后呢随便乱画。他说这个画呢，随便自己的心意跟创造力，它没有正确或者是错误的，所以你不必举手说你犯了错，随便你画。那你可以照他画，你也可以自己画。然后这个画是起源于2005年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来吧。Random line. 接下来用第2种颜色画更多随机的线。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逻辑的精神就是，它整个画呢其实不是随机的。你肯定一开始可以画一些粗略简单的线条，然后运用对称性跟逻辑去延伸它，让它这个画的范围一直不断的扩张下去。像我这个就是完全随机，画起来就是跟这堂课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千万不要学我。好玩就好。现在5点25分，晚餐已经开始了，但我吃一个凉面鸭鸭鸡，随便吃。居然有烤南瓜沙拉，麦香。这可以吃。藜麦应该可以，那旁边那凉拌面呢？这一定有蒜。难得晚上走楼上，现在风超大。走，来看个今天的剧。现在大概6点10分左右，剧是6点半。我们今天吃的是套餐，它东西就是固定的，换的话要加钱，可以提早进。你看旁边是空的，可以啊，走。其实我不得不说，进来蛮香的，但不是素食的那个。8点05分，点进去这个 MNC 佛密已经可以看到明天的秀了，所以是8点05分。但是它现在很卡，你可以去荧幕操作。好 How are you? Good. So what can I choose? Yes, actually, sir, if you are vegetarian, only we can give is the tofu. Tofu. I don't know if you wanna steal the egg. Egg and milk Egg is okay. fine. And then the mixed vegetable. OK， 就是豆腐。The edamame. You have a crispy fried chicken in the beginning. Would you like to consume that? 明天的秀6点半。
搞定。刚看了一下蘸酱，我觉得旁边佐料区的选项还蛮多的，但感觉都是新香料啊。吃素的人吃什么新香料？就我是比较追根究底的人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概念源自于早期印度大陆有的一些辛香刺激的食物，增进你的食欲。那因为信佛者他需要降低自己的欲望，所以他不接触这些刺激性的食物。所以香菜应该也没有。早期一开始就是5辛啊，就像以前辣椒也还没有传入啊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辣椒这种东西。然后这些汤底呢，其实我们选了一个是香菇汤底，这是牛的，就是牛油麻辣的。对，但因为我们就是示范嘛，大家不要生气，就是知道有什么就行。菜是炸鸡、毛豆、花生米，这样看起来素食真的可以吃的很少，豆腐、面、蔬菜。我觉得如果有要求，应该可以跟他换。可是它上面不是说换要加钱？他是说换菜单上面要加钱，但我如果把肉换菜，应该是可以的吧？要不然大家还是素食，就不要浪费钱出来吃。对啊，就随意吃，开心就可以。菇菇汤试试看会不会咸？原味哎，不咸哎。我先讲一下，就我们现在还在火锅店，然后呢有热心的观众请我们喝2杯珍珠奶茶。他说是现在才有的新产品，我在楼下有看到，好像要7块的样子。看你那表情，是爆好喝还是爆难喝？好甜，有点布丁的味道。布丁奶茶，感觉它是用奶霜去做的，所以它喝起来不是奶茶，像是稠稠的。很厚，它的奶很厚，还不错啦。珍珠奶霜饮料。那你觉得珍珠呢？珍珠 OK。还有谢谢这次在船上的观众，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热心。晚上10点13。今天是白色之夜，所以你看我今天白色的。不要摇。现在啊，其实在6楼，人有点多，超级多人。好，我们要想办法混到前面去。Let's go。确定吗？连这个舞池里面啊，也满了，超多。太挤了。OK， 现在呢已经是12点14分，我们呢去楼上随便晃晃。南菜可以吃。要不要去？小朋友吃。冷盘区。cheese 面包，他们有特别标数，cheese 罗勒焗烤面，肉酱的菠菜 cheese， 沙拉区，凯撒沙拉，沙拉，猪肉派，烤鱼，咖喱虾，重复了，这都有肉。和餐盘一样。希腊沙拉有洋葱，一样有肉的沙拉。蛋菜，这次每个都有大薯饼、广州炒饭、蛋糕区、水果日式区、咖喱，没有鱼排，味噌。今天是第3个航海日，不知道为什么它餐食给的特别好，但因为给的越好呢，我5星素的选择就越少。我现在只有球鱼甘蓝、意大利面。水果吃到饱。这边有，我帮你拿。今天呢是这个亚克力画，人有点多，反正好不容易抢到颜料了，我决定今天来画一个。首先我要先调个肤色。哇，现在还会调色啊！看起来我红有点多了。当然，你那个很明显就是我画的。不要吵，好啦，就这样咯。就我要参加这个第1届盘子王慈善义卖活动啊，欢迎大家竞标。老客好热门。这个人啊？等下你吵着吃巧克力，人家都知道你了啦。马耳他或者是挺非洲的突尼斯，都蛮不错的。耶，一人一个啦。好，那你那边？拜拜。加给你吗？这现在这个踏板需要再远一点不近。哦，你整个人陷进去了。好的。视野变大。2锅片先往上一打。好的。然后弯道拧这个减速，左边是刹车，右边油门。好的。然后前面按钮都不用动，都是装饰而已。但是后面有2锅片是有档位的，就左边捏一下是倒车档。
最后一场秀，然后他说可以上去自拍。OK。其实这边铁板烧呢有一个素食套餐，然后犹豫要不要开箱。它是29块钱一套。哦。其实我们刚刚有尝试问一下，说可不可以我们2个人进去点1份就好，然后他说不行，1个人就是要点1份套餐。嘿，刚回房休息的一瞬间，我们的行李吊牌来了，我们是2号，然后有下船资讯。看一下晚餐的菜单，我觉得中文的还是蛮好理解的。甜点，今天的前菜是沙拉，虽然有洋葱，但如果不吃可能就是挑掉。茄子千层，它是用茄子做的，然后看起来像千层面一样，归类在素食。一层一层的茄子。蔬菜浓汤。今天的主菜炸蔬菜，面糊含量有点多，蔬菜比例少了一点。甜点点的提拉米苏奶蛋酥。我忘了一件事情，提拉米苏有咖啡酒。道歉一下，对不起。我一样用水果做结尾。回到房间，这个新的袋子哎，打开打开，霹雳霹雳猫，哎，就这样，就是那个里面黑手党，里面有内袋吗？有内一层外一层。好。12点20分左右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下船。我们原本预计是早上8点50分下船的，但是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延迟了。现在是12点20。那我们的梯次是比较前面的2号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直接下船。下船一样准备卡片。现在12点28分，我们看等一下多久可以出关。12点40分，12分钟，中间主要都在走路啦，没有什么排队，就蛮快的。这边有免费的接驳车，但它只到下午6点，所以6点以后你就只能自己搭车进来了。位置。这边就有一个樱花，白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刚下车。一下车就看到樱花。接驳车带我们来这个东京电讯这边，我们直接去搭海鸥线，我们去看樱花。走，我们坐这个5号站停设施1，就这台。嗨，是他的。现在来到目黑川。啊，目黑川，你看，这边是，然后过来。真的，这边也是，满满的樱花哦，还有从树干长出来的耶。虽然飘一点小雨，但是很浪漫。现在晚上9点58分，我们现在坐到东京电讯站，就我们坐地铁过来这里，坐 JR， 然后我们的船在这里，东京国际邮轮码头。我们可以去坐海鸥线，海鸥线就是坐过来就到了，但是你必须要走进去，或者是没有接驳车，对不对？接驳车是把我们送来这里，这里坐在这里不知道多少钱，不知道，或者你可以用走的。那我们坐到这一站。反正解惑嘛。坐到那一站的话，要先从这边走去百合海鸥线。哎，不行，外面在下雨，嗝屁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在查 Uber 搭过去看多少钱，最后选择叫吴伯义的计程车，1200到1545，等下就知道了。出来跟着这个遮雨棚，就会看到这里 taxi 3365啊。
过头了，过头了，Uber，哎呦，哦，好香哦。嗨 Cruise Terminal。OK，超美。这角度可以。航站大楼是半透明的耶。还有计程车在等着出来，这个时间点要出来。不晚吧？好了，到了，可以。解答了，总共1800。小绕了一下，但是就没关系。还可以。下雨，反正就这样了。回来了，准备传卡。还有樱花。好，开关门时间。下一艘船是日本丸号，Nippon Maru。没有坐过哎，要坐了吗？我们去参观过旧的日本丸。对啊，我是说没有坐过。走。最后的费用是1900元。我以为是1800，我看到上面是1800。好吧，就是这样了，给大家参考。看一下晚上。回我们的大旅馆了。温馨的NSC 大宾馆。NSC 大旅馆。大宾馆，韩餐哦。我必须讲一下，这里面啊有暖气。这很日本，他们只要不是20度以上，就会开暖气。哦，也太多人了吧！这船上开。我跟你讲 ，NSC 大夜店。好啦，我回去了，带你去喝奶茶。回到房间，快速整理行李，我们现在要推出去。这样子，手把比较不会黏黏。哦，变聪明了耶！什么叫变？啊，你就笨笨的啊！原本就聪明的跟什么一样。哇！好，等一下回去吃瓜。搞定，回来再吃一碗瓜。我们现在呢，来简单做一个结尾。虽然我们这次影片啊，主轴是分享素食在船上可以吃什么，可能5星素会比较辛苦一点。那如果是简单的素食，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是选一般素食，花样就比较多。我的心得就是建议，如果你真的是不能吃5星，最好是去主餐厅早中晚3餐报到，因为你在自助餐你很难判断它里面有没有洋葱，有没有大蒜，有可能你要捞了以后闻闻看，或者是翻一翻，它就会比较辛苦。但是你如果在主餐厅，他会帮你特制，你可以跟他讲。前一天要先预定。然后我们在船上也有遇到，刚好是吃5星素的，感觉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小天地，但是选择就是少一点。他们早中晚都吃主餐厅。哦，然后他们在自助餐就是夹菜，就是真的就是炒蔬菜那一种。那他们可能因为一辈子不碰葱酒蒜，所以他们一闻就知道，很灵啊。好，然后再讲一下，就是如果没有做得很完整，就请多包容，或者是你觉得下面有可以帮我们补充的，再拜托你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这艘船啊，这次没有介绍的很仔细，因为我想我们之前已经有拍过2支影片。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看更多这船上的介绍，可以看之前的。还有一点是我们这次是移航嘛，那移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天气不可预测，所以就不管是不是移航，天气都不可预测啊。好啦，你天公伯就是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可能造成航次有一些晃动比较厉害啊，或者是抵达时间比较……那跟是不是移航没有关系啊？我们之前坐去石垣岛的时候，也因为天气没办法停靠啊。好。那你要再补充什么？我们这次是5个晚上的行程，所以我们明天要下船。我建议大家不管怎么样，你离开船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打开你的 MSC for me， 然后你上面就可以看到你的账单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所有的消费是多少钱。那它上面只会写说谁消费多少钱，没有很清楚。断掉了。我跟你讲 ，MSC 的软体啊，真的很烂，就是意大利人嘛，外形可以，内中不行。用心做外观，用脚做内容，就是哦。这边还有一条线没有接，用脚抠一下把它抠起来。不要那么高。按一下账单以后，然后这上面这有一个下载的图案，有没有？
这边点下去，然后就可以下载你的账单，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消费的细节，哪个人花了多少钱都在里面。你要仔细核对，确定这个金额没有错，你再离开这艘船，要不然你人离开以后要处理这件事情就旷日费时。对，而且听过太多案例，都是下船怎么办？我的钱被多收了。对对对，你搞不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预授权你都不用管它，因为预授权只是预授权，它真正下船以后，它会再根据这个账单金额重新刷一笔。那如果说你本身的额度比较卡的，建议你多准备一张信用卡，让你其他地方去消费，因为它的授权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我可以抱怨一下吗？抱怨什么？iQOO 啊，又有人问我们iQOO，他被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骗啊，对，就是我上传的第一天，有人很高兴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信用额度。我说那很好啊。他说那我信用额度会有多少？我说你买多少就多少。怎么会问你呢？好像你卖他票一样。他问我说到底会有多少？我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买？他说我多花了140。我说那就是140。我说上面有条款啊。他说他没有看。我说不然你去问服务台，或是你连上你的 MSC for me， 它里面你可以看到你上面的 onboard credit 是多少。结果倒数第2天，可能去问了柜台什么的，他最后他只有获得30元的信用额度，但他多花了140美元，所以多花140去买30美元的信用额度，实在是非常亏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 iQOO 上面那种天花乱坠的文宣给骗。其实我没有这么讨厌他，只是因为他出了太多问题，然后每次出问题都有人来问我们。也不一定是太多，就是说有很多人在 iQOO 遇到问题，然后跑来问我，但问我从来讲的好像是你卖他票一样，你是不是有收钱？我从来没有推荐过 iQOO， 我们从来不推荐那种有问题的，好吗？是因为他有不少网友在上面遇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疑难杂症。那我觉得说平台很多，你不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有机会碰到疑难杂症的平台。对，你今天是来度假的，不是来考你数学的。就是你算了，不要讲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哦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什么？移航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觉得重点不在于移航，重点我们这支影片是要分享给大家，如果你的长辈啊、家人、亲属是吃素的话，他来船上可以过着什么样快乐的生活。那船上每天都有很丰富的活动，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人出来了就是放开心，敞开你的心胸去参加，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乐趣。好，然后我还要再讲一下，听说啊，去年的这一艘移航被骂的狗血淋头。对，但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上来就觉得说，没有啊，我觉得餐点还不错啊，尤其还有一天龙虾吃到饱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，你去然后就一次夹2只，一去就给你2只。它其实一直有在改进啊，像去年的同一个航程是3月29号出发，今年就可以提早一天，3月28就出发了。所以我们到了东京的时候，原本预期是早上8点半。当然，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我们延到12点半才抵达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至少没有去年的那个状况，就是大家塞在码头，下不去啊，上不来啊，完全没有。我们这次从离开邮轮的舱门到过完移民关是12分钟。所以其实还蛮顺畅。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吃的也还不错。我看啊，目前收到的反馈，那个回头客很高啊。还有如果你要订啊，你可以等小伙伴，如果他有发文啊，就是关注一下 FB， 他有发文，就是信用卡可以准备好的，有没有？其实我很少在关注基隆出发的船了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熟门熟路，有很多人每天在上面爬文，在上面搜寻。可是我们会发，就是真的是已经是见骨价。就不能再低了。好啦，不会啦，我觉得还是很快乐。就如果买了就不要再想了，应该就这样吧。明天下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，随便带过就好。如果有些人他觉得说移航都没有停靠啊，但我觉得其实在海上过个4天没有目的地的旅游，其实蛮快乐的。就像你去那种全包式的度假，但如果你有饮料套餐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醉生梦死，更爽。但我们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也很快乐，喝喝奶茶，吃吃水果，晚上吃个披萨，看个电影，就这样咯。大家晚安，祝大家旅游愉快。你还在吃？跟你说。到晚上虽然变成综合水果盘，但它这里面有葡萄，就代表今天晚上葡萄任吃。哇！我跟你讲，还有火龙果，红色的。哈密瓜、西瓜。楼下不是有一层是在种瓜的吗？现在早上7点左右，现在没什么人在排队。今天早上人不多。
刚好坐窗边记录一下，这个就是白河海鸥号，坐到这一站走过来，其实也还好，如果没下雨的话。